实不相瞒，本官早就已经退居多日，顾老夫人就无需惦记了。你，哼！既然老陆大人已不是该府衙的知县，那就无权阻拦我们去接人。顾老夫人看来还是没有明白，今日即便本官已经退居，但本官还是朝廷的官员，还是有权阻拦私闯大牢的人的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老夫人，不好了！老爷出事了！好好说话，大惊小怪的。老爷明明就是在紫阳县府衙大牢里，能出什么事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老爷跟少爷被抓到紫阳城去了。刚才夫人娘家来信说，夫人的弟弟知州大人也被抓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老爷、少爷、知州大人都被抓了。消息当真？消息是夫人娘家带过来的，具体的小人也不知道。什么原因可有说？小人来不及多问，就跑回来找老夫人了。走，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听说没？那顾老爷子跟他家的公子都被抓到紫阳县城去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刚才那下人喊得那么大声，想听不到都难。昨日不是被抓府衙去了吗？什么时候又抓紫阳城去了？哼，你不知道吗？昨日抓他们的是三皇子，三皇子可不是一般人。还记得之前的樊香楼吗？听说就是因为得罪了三皇子，三皇子直接把樊香楼那些见不得人的生意直接举报到皇上跟前去了。皇上一气之下，直接把樊香楼全部查封了。听说了，现在的火锅城不就是以前的樊香楼吗？皇上这是多器重三皇子啊，把樊香楼的房契直接都给了三皇子了。嘿，你们说以后三皇子会不会就是下一任？嘘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说，容易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其实昨日锦云从舅舅那离开之后，便直接上府衙把抓的那3个人直接就给带走了。更让锦云意外不已的是，这一次这么一查，真的是气得锦云差点把紫阳城给掀了。当白浩收到信的时候，也是气得差点就掀翻桌子。郭晴也一脸好奇的将信件拿过去看了看，差点没直接口吐21世纪的芬芳。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先让锦云回皇城跟皇上禀明，看看皇上怎么处理，我们再决定下一步。如今我们要做的是先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。锦云信里有说到过查封了不少粮食，不可以直接先安排给百姓们吗？只能等皇上下旨才行啊。可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啊，先斩后奏会是什么后果？有我在，夫人想做什么尽管去做，一切后果由为夫为你承担。谢谢你。因为担心外面的百姓没粮食下锅了，郭晴跟白浩当天就把家里的事情交代清楚之后，便出发往紫阳城的方向去了。平阳县的粮食都在这儿了吗？是的，平阳县的粮食都在顾财主一个人的手里，这就是顾财主的仓库。景云直接就把这儿查封了，都存放在这了。那顾财主一家全都关押起来了，等候皇上发落。那人都抓了，家里的……白浩一听郭晴这吞吞吐吐的模样，就知道他想问什么，然后拉着郭晴来到了仓库的一个角落。郭晴睁大双眼看着白浩，不敢相信地走过去，将箱子打开，里面全部都是珠宝首饰还有银两。这银钱要上交吗？你看到的这一部分是不需要的。我看到的这一部分，你这意思？没错，正如你所想，锦云早就知道咱们会有所行动，所以早就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怎么样，想好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没有？银钱暂时不动，先解决百姓的吃，把粮食发下去。为了保证粮食能够分发平衡，咱们按人头来分。大人跟小孩也一样？不一样，折半，比如大人10斤，小孩就5斤。行，那就让人去处理花名册，以及通知老百姓们了。另外，我需要笔墨纸砚。白浩收到后便出去安排去了。郭晴把小仓库的珠宝、银钱全数搬进了空间，放这儿太不安全了。夫人，忙了这么多日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下。你不休息一下吗？赶了1上午的路了。为父无碍，我让下面的人去弄点吃的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好了，我叫你。随后，郭晴便也没再多说什么，而白浩交代厨房做午饭之后，便带着林士官往后门出去了一趟。把你们这的老鸨叫过来。呀，两位爷，看上本店的哪位姑娘呀？少废话，把你们这所有的姑娘全都叫过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老鸨一看白浩穿着不凡，出手也更是不凡，肯定是位大财主，把院里得空的姑娘都叫了过去。你们院里所有的姑娘都在这儿？有几位姑娘啊，正在陪着别的客人呢。这位爷，要不您先看看眼前的这些姑娘。听完老鸨的这些话，白浩很不满的直接一个眼神过去。我马上下去安排，马上安排，保证让爷满意。不多时，老鸨就把剩下的一些姑娘都领了过来。
爷，本院所有的姑娘都在这儿了。老鸨说完，白浩没有说话。林士官拿出一本册子，这是整个紫阳城最近因为粮食的事情买卖儿女的名单。所有人听好了，念到名字的站另一边。老鸨收钱就行，所以这些他也不管，任由林士官一个一个的念。随后筛选完之后，便让其他姑娘都离开了。开个价吧。我们大人要买下这些人，开个价吧。这位爷不是开玩笑的吧？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开价吧，不要耽误我们大人的宝贵时间。可是这位爷一下子买走了我们院里这么多姑娘，这样我也很为难。少废话，让你开价就开价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老鸨被这一声吼吓得一哆嗦，然后点了一下人头，正好10人，然后狮子大开口竖起了5根手指头。50两，他们的卖身契都拿来吧。去吧，把他们的卖身契都拿出来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这位爷，这价格不合适吧？要不再加点儿？想加钱是不可能的。白浩直接给了个眼神，那老鸨就又吓得一溜烟的就跑去拿他们的卖身契去了。随后便将姑娘们的卖身契交给了林士官。林士官查看无误之后，便将50两银子交给了老鸨。事情解决了，白浩起身准备打道回府。去哪儿了？醒来都没见你。去了歌院。怪不得某人今天这么体贴，让我睡个午觉。原来是某人已经按捺不住要去约美人了呀。花了50两约了10个，都安排在驿站了。夫人要不要去看一看啊？50两？欧阳白浩，你皮痒痒了是不？大人，人都安排妥当了这是他们的卖身契。郭晴一听是卖身契，然后直接一把就夺了过来。好家伙，竟然都帮忙赎身了！结果一看，这些不都是最近被逼无奈卖掉的那些姑娘们的卖身契吗？大人是担心夫人去那样的场所不合适，所以便只带着卑职1人前往。刚才只去了1家歌院，赎了10位姑娘的身，剩下的还得一家一家的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赶紧去吃点东西，辛苦了。赶紧吃饭，菜都凉了，你多吃点。看着郭晴的反应，白浩嘴角忍不住的直接往上扬起。笑个锤子！说实话会死啊？这么逗我好玩吗？为夫说的是大实话呀。大实话你个鬼！你那节约用词的习惯，在我面前能不能改改呀？这次算你走运，林士官帮了你，不然我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夫人说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什么意思啊？相公真想知道？虽然白浩看出来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是好奇心作祟，于是点了点头。郭晴于是便伸手直接演示了一遍，这一式可把白浩后悔的不要不要的。原来就是在身上使劲的掐红了，所以就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夫人，为夫错了，求夫人放过，为夫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那下次做什么事要不要带上夫人我？带，一定带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下次跟我说话还要不要节约用词？不节约，宁肯多一字也不少一字。夫人这会儿可还算是满意啊。吃饭吧。15个姑娘，老鸨出个价吧。哼，实不相瞒，这些人奴家都不打算放手。看来这位老鸨还不了解情况啊。错了，奴家就是了解情况，才更不可能卖的。本官倒是好奇，老鸨是有多了解情况。你们根本就不是上面派来的知州大人，冒充知州大人那可是死罪，奴家又何须跟一群死人合作？没错，本官确实不是知州大人。奴家得到的消息看来是没有错的，奴家开门做生意做的就是和气生财，所以也不想与2位撕破脸，奉劝2位最好赶紧离开，否则得罪了上头，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。白浩一个眼神给了林士官，林士官立马点头哈腰，拿出一锭银子递给老鸨。哎呀，可否请老鸨指个明路，他日也好躲着点啊？咱们都是拿钱替人办事的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也都不容易。如今3皇子无心朝政，能够被当今皇上看得上眼的也就那么一个，等那位一上位，知州大人迟早还得回来。老鸨点到为止，但是聪明的白浩就这一句话就收到了不少的信息。嗨，真是太谢谢老鸨了。这样，这些姑娘呢，我们也是听命帮忙赎身的。再说，她们不是自愿进来，伺候客人也不用心呢。客人们不高兴了，还得劳烦老鸨您擦屁股不是？您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出个价，你解决这些麻烦，我们也好回去交差不是？
老鸨一听这话，想想也觉得不无道理。行，都是替人办事儿，奴家也不为难你们。15个姑娘1500两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大人，求求二位行行好，救救我们！我们都不想待在这儿，我们想回家。不回家也行，只要让我们离开这儿，我们愿意给大人当牛做马。是啊是啊，求求大人行行好，救救我们。这样吧，5000两，一个子都不少，放你们歌院一条生路。你话我说得很明白，别讨价还价，除非你觉得自己的命以及这歌院不值钱。哼，一个冒充的知州大人还敢来威胁奴家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本官刚才只说不是知州大人，但是并没有说不是上头派来的。记住了，从今以后管好自己，别让我抓到什么把柄，那就不是5000两能够解决的了。另外，你也别惦记那位知州大人了，他回不来。不但他回不来，他上面那位也不会好过。奴家谢大人的不杀之恩，奴家立马去拿姑娘们的卖身契。哎，别忘了还有5000两。随后老鸨便把15位姑娘的卖身契都拿了过来。夫人还没算完，可有用过晚饭了？相公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哦，有些事耽搁了。没什么问题吧？放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相公办不好的，我去叫厨房安排晚饭。我这儿也很快了。随后白浩离开去准备晚饭，顺便写了一封书信送往皇城，交给了锦云。你是知州大人？大胆，见到我们家大人还不跪下！民妇拜见大人，夫人。你们几人为何一直在知州府的大门喧闹？回大人话，民妇相公是做粮食生意的，前段时间不知为何粮食全部被查封，民妇相公也被关押起来了。大人，民妇相公是被冤枉的，他跟知州大人没有一点关系的。大人，我家相公也是被冤枉的，我们好好的本本分分做生意，怎么突然就被抓了？总该给我们个理由啊，不能就这么随意的抓人呀。冤枉？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？真当本官是好糊弄的？公道自在人心，你们的相公做了什么事，你们做夫人的没道理什么都不知道。当初想昧着良心赚钱，就应该想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敢做就要敢当。你放屁！什么公道自在人心？明明就是你们眼红我们的粮食，所以找借口查封了我们的粮食。你们想私吞大家的粮食，公道何在？天理何在？你们给本官听好了，你们的相公利用灾情，囤着大量粮食坐地起价，欺压百姓，与知州大人私下做着违背律法的勾当，逼迫百姓卖亲人，证据确凿。如今不过就是封查了你们的粮食，抓了你们的相公，算是罚得轻的。只要皇上一下旨，拿了你们的人头也不为过。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再来知州府闹腾，休怪本官不客气，全部押进大牢。说完便拉着夫人回屋里用早饭去了。一群民妇被人头大牢吓得都不敢乱来了。是谁说的新任知县好糊弄的？这哪里是好糊弄，明明就是2只老虎。就是，还不快滚！还想等我们家大人请你们吃早饭吗？被林士官这么一凶，民妇们便赶紧逃离了危险地带。郭晴、白浩吃过早饭之后，便又继续开始了分发粮食的任务。让开，让开，全都给我让开！你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粮食还能干什么？领粮食请按规矩排队。老子让下人排了，但是你们不给。不给自有不给的道理，但是你们这么闹，就是不把知州府放在眼里。笑话，你们都不把我们老百姓放眼里，我们又何须把你们放在眼里啊？不知可否告知这位老爷是哪家的？东街陈家。原来是陈老爷呀。据悉陈老爷家粮食可不少啊，光仓库就好几个，怎么陈老爷还用得着跟贫穷的老百姓来抢粮食？谁说我家粮食多的啊？有仓库没粮食啊？我们全家也都在等着粮食下锅呢。是吗？原来陈老爷家的仓库都是空的啊。是啊，所以你赶紧的也给我添些粮食啊，我等着粮食下锅呢。陈老爷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这恐怕不行。这些粮食都是有规划的，因为一开始由于您这边是大户，有充足的粮食，所以没有安排在内。如果这会儿给您撑走了，那其他百姓就没有了。要不这样，陈老爷您看行不行？您再等2天，等我们把百姓的粮食发下去之后，看看还剩多少，到时候都给您。还有我们也都等着粮食下锅的。各位家里这都是没有粮食了吗？仓库都是空的吗？对呀，我们仓库都空了好几个月了。行，大家不用着急，都报下名号登记一下，到时候尽量都给安排一下。
一群大户一听说给安排，立马就报上自家的名号。郭晴也确实一一做了登记。行了，都登记好了，大家就先回吧，别都围在这里耽误时间了。早点给大家发完，就好早点给你们发，对吧，陈老爷？对啊，我们先走吧，等过2天再来拿粮食啊。夫人，您不会真的要给他们发粮食吧？郭晴并没有回答林士官，而是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让林士官自己去体会一句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有些没休息好。要不要请大夫啊？不用，没那么矫情，赶紧起床吧，再忙2天，基本就可以差不多了。白浩见郭晴如此说，也就没有再坚持请大夫。把你们知州大人给我叫出来，何人在此喧哗？这时候白浩也走了过来。大人，你就是知州大人？何事？今日上午有人偷走了我们仓库的粮食，肯定是你们干的。你们仓库的粮食？对，就是我们仓库的粮食。你们仓库不是说没有粮食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说被偷了？昨日就是知州夫人套路我们，让我们自己说仓库没粮食，然后他就去把我们仓库的粮食都偷了，想让我们吃哑巴亏，没门儿！今天你们不把我们的粮食交出来，我让你们知州府好看！还让知州府好看？白浩直接就一脚过去了。昨日是你们自己来要粮食的，可不是我夫人逼你们来的，也是你们自己说没有粮食下锅的，说仓库是空仓库，可没有人逼你们这么说。我夫人反而担心你们是真没米下锅，给你们承诺，这2天分完粮食之后，看看剩下多少，都分给你们。哼，你们现在倒好，还想用你们的空仓库来空手套白狼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明明就是知州夫人套路我们，然后再想办法把我们的粮食偷走。笑话！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你们的仓库中有粮食，是今日不见的，那昨日你们就是来骗取官粮。骗取官粮，你们可知是什么罪？怎么回事？说，今日是不是你把我们仓库的粮食偷走的？什么粮食？昨日你们不是说仓库是空的吗？今日怎么又说我偷了你们粮食？你们一口一个咬定说是知州府偷了你们粮食，那你们得拿出证据来呀！没证据，那就是血口喷人。对呀。而且今日夫人生病，一直在屋里休息，大人跟他的属下都在忙着给大家分发粮食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对呀。你们说知州夫人在屋里休息，你们又有谁知道她是真的休息还是假休息呢？知州大人没时间作案，知州夫人有。你这是有钱猪肉吃多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你们这么多人的粮食同时不见的，不说夫人生病，就算是她没生病，她一个妇道人家也搬不动啊。搬不动不说，而且还一上午就这么多粮食不见了。除非夫人不是人，是神仙，动手指就可以让粮食自己飞出仓库。不只是神仙，还有仙术呢，可以把粮食给藏起来。不然你们想想啊，这么多粮食，夫人搬回来总得有地方放，不是吗？这知州府本来就已经被查封的粮食给占据了，不然这粮食藏哪儿呢？对，还真的只能说是神仙才能办得到呢。想要空手套白狼，冤枉本官的夫人，大闹知州府，就这些罪名，关入大牢也不为过。但本官念你们是初犯，暂且饶你们一次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把这些闹事之人拉下去，一人20大板。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夫人，今日应该没生病吧？装的。那夫人是动了他们的粮食？动是动了，但也没全拿完，还给他们留了点，算是对他们仁慈的了。手上那么多粮食，不指望他们好心拿出来救济百姓，但是你也别跟没粮食的百姓争抢啊！还争抢的那么理直气壮，这算是给他们点教训。说完之后，白浩却一直沉默了。这是生气啦？我这不是还给他们留了1仓库吗？那个陈老爷3仓库，我还特地给他留了2仓库，我对他们是公平的，每人没收1仓库而已。再说了，他们有的是路子弄到粮食，根本就不用担心饿死那些大户，对紫阳城不会有什么经济影响的。而且，夫人为何不带上我呢？做好事怎么能少得了为夫呢？而且就他们那样的，不知道粮食来的有多么不易的，就不应该给他们留这么多粮食，应该全都没收了，饿上他们一段时间，他们才知道珍惜粮食。再说了，就他们那样的人，也不配拥有这么多粮食。要不一会儿咱再跑一趟，把剩下的都没收了？不用一会儿了，就现在。那个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偷了一次再去，估计人家防得更严谨了。等下被抓了，一个假知州大人跟假知州夫人，那影响多不好，是吧？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带你。不去可以，告诉我粮食在哪儿就行了。那个，你确定你想知道粮食的去处？如果你愿意说，
那我愿意知道，愿意为你守护这一切。好，今天跟你说的这一切，请相公一定为我保守秘密，任何人都不能说，记住，是任何人。你知我知，再无他人知道。如有违背，这辈子你只能孤独终老，不再有朋友、亲人的陪伴，包括失去我。如有违背，这辈子我只能孤独终老，不再有朋友、亲人的陪伴，包括失去你，我最爱的夫人。好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只等夫人开口。闭上眼睛，相公可以睁眼了。随后，白浩听话地睁开了眼睛。我拥有2世的记忆，一个是原本郭晴的记忆，一个是我在另一个世界的记忆。在另一个世界，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，房子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子的，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东西。一会儿我领你进去看看。我在那个世界是一名警察，也就是类似于苍龙他们那样的工作，但是待遇可比苍龙他们好上千百倍。也不是说苍龙他们待遇不好，总之我在那边是过得超级好的就是了。夫人继续。警察就是要经常出任务，而我就是在一次出任务的时候被毒贩推下山崖，再醒来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见到的我。说实在的，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也是才醒来没多久。这些我都知道啊。你都知道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吃烤全羊那次，你喝醉的时候说了。我说了什么？你说你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，你还有个师傅，很厉害的师傅，还有啥？还有，你说你喜欢我。你好啊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还假装得这么好。我不是假装不知道，只是想等你自己说，等你愿意跟我说的时候。那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既然我上一世的事情你知道了，那就说说这个地方吧。这个地方是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的，它的名字叫空间，一个不属于外面世界的地方。这里有灵泉水，非常神奇的水，还有非常肥沃土地，以及这栋洋楼。走吧，里面看看，我继续跟你介绍介绍。这是1楼，各种生活用品，全都是我之前那个世界的。当初我身上的毒就是吃的这个？是的，这个只有5颗，已经给你吃过1颗了，只剩下4颗了，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。这个是粮食仓库，因为被我堆得满满当当的，看不出到底有多少。根据我自己的算法估量，现在应该有将近400万斤粮食了。今日那些粮食也都在这？是的，也都在这儿，其余的就是我这几年囤的。不过良心铺子也卖了不少，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银子。景云留下的那些银钱你也都放这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是你去拿花名册那会儿。那最上面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开启这些都是有任务的，完成任务获得积分才能有机会获得这些东西。蒙小蛋你知道吧？他就是属于这里面的管家，积分由他管理。这楼上估计还要点时间才能有机会开启。没事，等开启了我再带你来看看。做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任务都很简单的，看着空间发布什么任务，我根据自己情况接收就行。主人，水稻已经成熟，请完成收割水稻任务。金亩水稻可获得14个积分。听到没？你运气很好，正好可以见识见识我做任务的威风。两人便直接出了屋子，来到水稻旁边。看好啦，可千万不要眨眼睛，错过了就要再等2天了。白浩一开始还没能明白等2天是什么意思，等他认真地看着自家夫人，一会儿功夫就把水稻全部都收割了。怎么回事？粮食呢？白浩被惊得瞪大眼睛，然后转头看着自己的夫人。此时的郭晴闭着眼睛一动没动，等白浩再次转身看水田的时候，又已经种上水稻种子了。神仙夫人，白天百姓说的神仙夫人。呵呵，跟做梦一样。不对，肯定是晚上了，自己做梦了。相公看清楚了不？相公，夫人，这个梦也太神奇了。这话一出，郭晴被气了个半死，感情这忙活半天，这家伙都以为是在做梦呢。最后郭晴不得已，只好来了一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怎么样，还认为这是梦不？不，夫人真是神仙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夫人，那刚才的粮食呢？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我还有一种技能，那就是意念。做任何事情只需要意念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真的自己动手。而刚才收割的粮食直接已经进了仓库了。那这土豆也是这样？所有的都可以使用意念。随后空间逛完了，郭晴便将白浩带出来空间，
回到现实世界之后的白浩，这会儿才算是清醒了点儿，然后看着郭晴，最后直接一把郭晴抱住，什么话都没说。相公，你快松手，我要断气了。夫人，对不起啊，为夫不是有意的，就是只想抱抱你，这样才觉得真实。刚才是你自己说想知道的，早就做好准备了的。咋地？这会儿就被惊吓到了？夫人会不会有一天又回到你之前那个世界啊？应该不会了吧？都来了这么多年了，都与这里融为一体了。要是能回，早就回去了。那夫人可否答应为夫，永远不要离开我？此时的郭晴才发觉相公的不对，这家伙这是担心会突然之间失去他了。郭晴抬起头看着白浩，然后送上了自己的香唇。相公，这知州府的位置这么久都还没安排下来吗？到时候这里群龙无首，会不会乱得不可收拾啊？这个你就放心吧，之前我们没来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？警员安排的人会有人领头管理的，你就无需担心这些了。这样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夫人，一会儿收拾好之后，今天中午我们去明月楼用午饭，夫人好好休息，不要亲自下厨了。好。饭后咱们还有一件事情也要去处理了才行。什么事儿？那些姑娘们。于是两人便按照计划行事，先去明月楼解决午饭。饭后，白浩便带着郭晴来到之前安顿那些姑娘们的驿馆。白浩一出现，姑娘们立马跪拜。都起来吧，这位是本官的夫人，后面的事大家听夫人的安排就是。民女见过夫人。大家无需多礼，既然如今大家远离了那个是非之地，可有什么想法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尽管说就是，不用害怕。我想回家看看爹娘，看看小妹。好，我知道这里的姑娘要么就是自愿被卖的，舍不得家里人的，当然也有被逼卖的，不想回去再面对那些人的。咱们都别担心，也都别哭了，想回家的姑娘都站这边，另外不想回家的姑娘站那边，咱们区分开来，这样再一一安排，大家无需担心就是。很快两拨人就分开了。行，区分开来了，那就继续听我说。大家都已经想好了是吧？想好了。好，那就都认真听我说。想回家的，一会儿让大人安排人护送大家回家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。请夫人说便是了。条件很简单，因为这边的姑娘是不想回的，那你们回去的姑娘被知道之后，肯定会被询问剩下的姑娘的去处。那大家知道该怎么说吗？不认识。不知道。没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她去了何处。谁救的你们？不知道。几个黑衣人把我们救了就不见了。这姑娘非常聪明，就这么说就行了，只要大家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就行。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那就说不知道，不清楚，明白了吗？说吧。父皇，你想知道什么？粮食是谁派发的？是不是你安排的人？还是说你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？是的，儿臣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的速度，原以为最起码要1个多月才能解决掉呢，现在看来还是我低估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因为开心啊！父皇，您想想，这马上就是年关了，多少百姓没有粮食过年啊！冬天又冷又饿，多少百姓能撑过去啊？再想想，我大中原国突然失去这么多百姓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啊？您是一国之君，到时候这些压力全都在您身上。如今您都老了，怎么能受得住这种事情啊？儿臣更舍不得让父皇受到这样的压力。还有，边城那些虎视眈眈的小国，被他们知道我国让这么多百姓受难，百姓不再拥戴，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？所以，父皇，这次这事儿虽然说是儿臣先斩后奏的不对，但是百姓们已经无米下锅了，等不起呀！等着您的圣旨下去，我这一来一回，最起码20天，还得是快马加鞭，一点时辰都不耽搁才行。再看看如今，事情都已经完完全全、非常完美的解决了，百姓们对这样的粮食分法都非常满意，分到的粮食也不少，最起码能扛过今年冬天，省着点的，说不定还能撑得更久。来年春天万物复苏，天气如果能够好转，粮食种下去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要是明年粮食还种不出来呢？父皇，明年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啊。如今要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，到了明年开春，粮食如果还是种不下去，那就只能开国库救灾了。开国库？你以为国库是那么好开的？是你说开就开的？开不开不是儿臣说了算，但是父皇您说了算啊，只要父皇一句话就行了。
父皇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云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国库也空虚啊，今年整个大中原国的收成都很糟糕啊，国库更是粒米未进。粒米未进？父皇，据儿臣所知，今年上半年朝廷租出去的那些庄园收成都还是不错的，不可能没有粮食上交，除非有人从中作梗。你是怀疑户部私吞？是不是户部不好说，可查查都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云儿，你这2年一直在外面，知道的肯定比父皇要多。这件事交给别人，父皇是不放心的，如今只能交给你去处理。希望你不要让父皇失望，也不要让百姓们失望。那个父皇，别那么着急下定论啊！儿臣答应去调查，可都是为了减轻父皇的压力，是看在父皇的面子上。百不百姓的，可跟儿臣没关系。不要让百姓失望，这话您还是留着到时候说给太子哥哥的孩子听吧。屁话，这话用得着你提醒？父皇，这事儿您知道？知道，上次战儿回来的时候就说了。父皇，早说您知道啊！害得儿臣还一直瞒这瞒那儿的。这次粮食的事儿就是三哥三嫂处理的，不然你想想，天下还能有谁能够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？怎么样，没让你老人家失望吧？我三哥三嫂就是厉害，短短半个月就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。你跟你三哥三嫂在一块儿，还有什么三嫂？战儿成亲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何就朕不知道？这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还是那个父皇，您应该是困了，产生幻觉了。儿臣刚才可什么都没说啊，要不您歇着，儿臣退下了。回来，给朕回来，不然朕就告诉你三哥是你出卖的他。父皇，儿臣在，父皇还有什么吩咐的？儿臣一定不择手段。不对，儿臣一定鞠躬尽瘁，为父皇排忧解难。回答朕刚才的问题。父皇，可以换个要求吗？儿臣去查粮食的事，一定彻查到底，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动歪心思。行，那朕跟你一起去。得，儿臣说还不行吗？您说您皇上跑了，这皇城不得乱套了？儿臣也是最近才知道三哥的下落的。三哥成亲了，三嫂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姑娘，所以父皇你这一点不用担心。还有月儿、悠儿都很好，三嫂将他们俩照顾得非常好，不知道有多幸福呢。儿臣都羡慕那2个小屁孩，白白胖胖的，您老就别担心了。战儿娶的是哪家姑娘？郭家村的一个姑娘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胡闹！战儿怎么能娶一个山村姑娘？三哥怎么就不能娶山村姑娘了？山村姑娘怎么了？山村姑娘可比某些大小姐强多了。就儿臣现在的生意，那都是三嫂讲的。三嫂可是最大的东家，要是没有三嫂，您哪有那么舒服的被子盖啊？还有那么帅气好看显年轻的黄袍穿啊？还有如今您这多少的好吃食，也都是出自三嫂之手。您自己掂量，哪家大小姐能跟三嫂比你啊？山村还有如此优秀的姑娘？山村怎么就不能有了？您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吗？不是只有皇城才有优秀姑娘的。那问题是育儿幼儿的教育他肯定不行啊，还有山村的环境也不行，得不到好的教育呀。育儿幼儿的教育怎么就不行了？这又不需要三嫂来教，三哥把父老都请去了，有什么不行的？山村又怎么了？这才能够让育儿近距离的体验百姓的苦，以后才能更好的接手您的江山，做个好皇帝啊。那老头子也在。父皇，您别那么激动啊！等三哥把事情处理好了，他会把您的大皇孙还给您的，别激动啊！不行，朕得去看着，不然那老头就把朕的大皇孙给拐跑了。父皇，您知不知道您现在在干什么呀？您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您一走，这里就先乱套了不说，您知道育儿幼儿如今是什么处境吗？您这么明晃晃的突然过去，这不是在昭告天下育儿幼儿是大皇孙吗？那就是把他们直接晾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。那如今三哥带着他们这么藏着，又有何意义啊？朕还就不信，朕一国之君还保护不了育儿幼儿。父皇，您别跟孩子一样冲动啊！您是一国之君，保护他们绰绰有余。可问题是，您知道谁是敌人，谁是好人吗？您怎么保护啊？父皇，您就放心吧，育儿幼儿是您的大皇孙，谁也抢不走。为了他们的安全，您就再忍忍。帮朕跟那老头带句话。
父皇您说，儿臣一定带到。让他给朕好生教导玉儿、优儿，否则提头来见朕。行，儿臣一定带到。另外，这次粮食的事就罚你去查，去解决，解决不了，让百姓吃不到粮食，唯你是问。儿臣领旨，这事儿儿臣一定竭尽全力查办，让百姓们都能有口粮食吃。做不到，那就把儿臣给百姓们下锅。行了，没事就下去吧，朕罚了。啊，临走时记得过来打声招呼。大人，送完这些姑娘回家之后，卑职可否去找大人？卑职想永远跟随大人。行，你安排好这些姑娘之后，去紫阳县明月楼找张掌柜，就说找少东家的就行。谢大人，卑职连怀以后就是大人的人，卑职一定好好的跟随大人，定不辜负大人的信任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天色不早了，要出发就赶紧，这样天黑之前还能赶到下一个地方。你们也是，送完这些姑娘就都回平阳县，以后平阳县的百姓安危就都交给你们了。是，夫人。没想到这次出来办事效率比计划的快了好多天啊。那是因为有林士官他们帮忙啊。为夫倒是觉得是夫人够聪明。哟，难得我家相公这么主动的夸我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受宠若惊啊？夫人应该奖励为夫一下，不然以后就不夸了。刚才不是奖励一个茶叶蛋了吗？那个不算。看着白浩那德行，郭晴就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了，然后趁着白浩看着前面的路，就直接给了一个香吻。夫人进马车里休息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为夫找个风景好点的地方停下用午饭。辛苦相公啦。怎么不留下一个活口问问，谁这么狠，派这么多人来要我们命？不用问，为夫知道是谁。相公知道他们是谁？后动手的那帮人不清楚，他们原本应该只是来出口气的。那先动手的那帮人呢？随后白浩找了一个最一开始动手的那帮人，扯到了对方脸上遮了半边脸的黑布，露出了耳后方的一个印记。死是大皇子的人。他知道你在这儿了，那玉儿、优儿是不是也有危险？夫人放心，他还不知道为夫的身份，如果知道，他就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用他的死士来拿我的命了。此话怎讲？一次说完，别让我一惊一乍的。他如果知道我的身份，还直接用他的死士，那就是直接明面上来跟我干，那他只会死得更惨。这一点他明白得很。如今这事恐怕是为了在皇上面前立功。皇上知道粮食被派分之后，肯定没有第一时间就命人彻查，但是生气是肯定有的。大皇子见到皇上生气了，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。而且除了景云，没人知道是我俩做的。大皇子这个时候肯定是想着拿我们俩的人头去皇上面前邀功的，他想这样他的太子之位机会就更大了。那这么说来，这帮人是跟了咱们一路了，从紫阳城一直等到现在才动手，这一路咱们竟然都没发现。没错，不过为夫从他们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现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你忘了你这一路都在干嘛吗？看来以后不能这么掉以轻心了。有为夫在，夫人不需要担心任何问题。经过刚才的事之后，郭晴、白浩两人决定不直接回紫阳县了，多游走几圈，确定不再有任何尾巴了，才回紫阳县。大东家、少东家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张掌柜，这是怎么了？大东家，您跟少东家走的这近1个月的时间，紫阳县出现了不少的流民，而且如今是越来越多了。紫阳县的百姓也是人心惶惶的，担心没有粮食。前几天就堵在良心铺子的门口，让多卖些粮食给大家。可是因为少东家没在家，这家里人也不敢随意的乱做决定。但是每天这铺子都是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陆知县让把铺子先关了，等到少东家回来再做决定。陆公子这么决定是对的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因为如今这情况，火锅城的生意也不是很好，我就直接也让人关门了。关了也无妨。可还有别的什么事？别的什么大事就没有了。不过这明月楼的生意淡了许多，但是还说得过去。生意淡了，这和你没关系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谢大东家理解。现在我有事安排你帮忙。少东家有什么事尽管安排就是。大人，林士官。卑职见过大人夫人。免礼。林士官什么时候到紫阳县的？回夫人，卑职已经到紫阳县2日了，一直苦等大人跟夫人，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。还好今日见到大人跟夫人相安无事，卑职就放心了。路上遇到一些事情，多耽搁了几日。如今林士官也来了，那就又多一个人了。全听大人夫人调遣。张掌柜，一会儿帮我准备几口大锅，熬起锅粥，然后安排厨房帮忙多做些馒头。
好，老夫马上就去处理。相公，你还能安排出人手不？夫人想做什么事，直接说便是。人手不够，不是还有个陆知县吗？如今是冬天，流民这么露宿街头可不是个办法。别等下没饿死，反而被冻死，那我们不是白救了吗？好事要做就要做到底，找多些人帮忙到山上砍些树，然后弄成板子，直接就可以拼成一座座的木房子。这样好歹有个能避风挡雨的地方。既然都决定好了，但是他们还有别的事儿。于是白浩手写了一封简单的信件，让林士官拿着信件去跟陆知县借人。林士官走后，郭晴、白浩先来到了良心铺子。铺子虽然没开门，但是也有不少的百姓在门口等着。哎，老板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这铺子咋就不开了呢？是啊，老板这铺子可不能不开啊，我们都没有存粮，都靠你这铺子撑着呢。是啊，我如今家里就够2天的米粮了，你这铺子要再不开，我们就要没米下锅了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啊。大家先别急，都听我说。我知道大家的担忧，这次出去也是临时的，所以一些事情也没有安排好。现在回来了，大家就不用担心了。老板，这次回来了，可不可以多买些粮食给我们？放心吧，如今高价卖粮食已经被管控了，也不用担心大家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卖了。所以明天良心铺子正常营业之后，每户按照人头限购粮食，未及笄的孩子1人限购20斤，大人1人限购40斤。那多久可以购买一次啊？15天到20天。好啊，这样好，手里的粮食就能多一些了。明日我们就来排队购买。对，大家明天准备好来排队购买，可不许胡来，可不许因为一些人的不配合，害得我们都没粮食吃。正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郭晴将铺子门打开，看了看，里面是空空如也。随后百姓们也都满意的散开离去了。郭晴便带着白浩进了粮食铺子，然后再把门关上。好了，先动吧。景丫头，回来了就好，以后啊可别再出去了。傻孩子，怎么瘦这么多？娘亲，可有想娘亲呀？想，幼儿最想娘亲的，想的都不想吃饭，不想喝水了。笨蛋，那叫茶不思饭不想，这么久了还没学会。对，就是想娘亲，想的茶不思饭不香的。都说了是茶不思饭不想，不是香。就是不香，娘亲不在家，饭菜就是不香。而某人趁着大家都安静的空档，立马假咳2声。爹爹，你也回来了。白浩心里那个苦啊，什么叫他也回来了？一起回来的就站你们娘亲旁边。郭晴正在让郭村长帮忙安排一下今天带过来的这些人，他们需要砍些树木用来搭建简易的房子给流民们住。晴丫头，铁牛对这个比较在行，要不让他带队？那麻烦村长叔帮忙叫铁牛哥下山帮忙带队。行。随后便跑上山叫王铁牛去了。晴丫头，白浩，你们俩吃过了没？娘，着急回来没吃，正饿着了。那你们等会儿，娘去给你们下碗面条。娘，加2个荷包蛋。晴丫头，如今外面如何了？回来的时候我们去转了转，这紫阳城如今都还好，毕竟粮食都发下去了，其他地方也不好说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如今咱们紫阳县还算是不错的，撑过这个荒年应该不成问题的。再说咱们家有的是粮食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晴丫头，你别管你外公，他就是人老了，如今又给闲的，先吃萝卜淡操心。你们出去这么久都还好吧？还可以，事情处理的也很顺利，没出什么幺蛾子。好，都好就好，就是瘦了不少。瘦了好啊，苗条淑女嘛。小妹，你找我？一会儿你带着他们山上砍些树木下来，用来搭建屋子的，你比较在行，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还有什么事不？没事了。行，那我就带他们上山去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小妹，你回来了。小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一会儿了，逛了一圈，这不就逛到这儿来了，就来看看我亲爱的二嫂了。瘦了。
出去天天忙活又吃不好，能不瘦吗？现在回来了就多吃点补回来，长点肉才更好看。这可不像你呀。去，一回来就打趣我。明明是你先打趣我的，彼此。啊，对了，二嫂，最近胃口可都还好吧？过了那段时候，熟悉胃口好多了。胃口好就行，想吃什么就叫二哥弄，他不会就让二哥学。都要做爹的人了，得学着照顾媳妇儿，别整天让媳妇儿去照顾他。对了，提醒二嫂，现在你肚子里可是有小宝宝的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乱吃的，知道吗？知道的，有娘和奶奶在，这点用不着你担心。螃蟹也是不能吃的。这个也知道，娘都说了，你怎么比娘还啰嗦呢？这段时间裁员也都还好吧？裁员一切都好，每天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。既然裁员也都没问题了，那他这个老板就可以撤了。舅妈，我回来了。秦丫头，白浩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日回来的，因为一些事就直接回郭家村了。舅妈，这是给你们带的年礼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年礼？快进屋吧，外面冷。舅舅，腿脚好些了吧？如今可以自行慢慢的下床了，就是还不能走动。能下床也算恢复的不错了，不至于一直躺着不能动那么难受。这次我出去遇到我师傅了，然后让他帮忙配了不少的常用药，里面还有一些适合你用的药，我给你带来了，对你的腿脚恢复有帮助的。这个是直接贴在疼痛的地方的，我先给舅舅贴一片试试。你这孩子，出远门办事儿都还记挂着你舅舅这点伤。哎，我来吧，你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你把这个撕下来，然后把这一面贴在舅舅的伤患处就可以了。师傅说这个药膏都是上好的草药配置的，一天一片就可以了。随后舅妈按照郭晴教的，将药膏贴在了舅舅的伤患处。这个药膏小玉姐也可以用的。你小玉姐啊，刚才被陆公子接走了。这么快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陆公子说带你小玉姐出去逛逛。就他们俩？肯定不会就他俩呀，陆成也在的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今日良心铺子我准备开门卖一些粮食给百姓们，让他们也好过年。二哥今日裁员也走不开，二嫂还得清算账目，如今就只能拉上舅妈你帮忙一起来。一会儿中午我让明月楼送些吃食过来给舅舅，舅妈也不用担心舅舅会饿肚子。你这傻丫头，你这办的可是重要事，你舅舅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家里吃食都还有些，他随便对付2口都饿不着他，不需要让明月楼还专门给他送吃食啊。这大冬天的怎么能随便对付1口了？没事，我已经交代明月楼的了。之后舅妈便跟着郭晴他们一起往良心铺子走去。主人，我来了。太好吃了，这久违的肉丸子，我真是想死你了。看来我这个主人还比不过一个肉丸子，也不全是了。主人，你不知道小蛋这1个月过得多凄惨，什么都没得吃，不能吃。哼，我信你个鬼，你个小蛋坏得很。主人，小蛋还是最爱你的。你看，你知道小蛋今天出来特意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你就错了，今天是年30，今晚大家在家里吃年饭，这是为年饭准备的，我压根儿都忘了还有一个你。啊，什么？今天都年30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主人不就可以也生个宝宝了吗？蒙小蛋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话说你的孩子呢？是不是应该抱过来给我这个做姥姥的瞧瞧啊？可以给你看看啊，但是你不是没空吗？娘，舅妈，你们先忙会儿，我去就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白浩没有说话，直接指了指蒙小蛋。走吧，一起进去吧。哦，主人，你跟男主人坦白了。是的。你听得懂蒙小蛋说的话？听懂了。为什么？应该是男主人知道这个空间的存在，所以他也能听懂我说的话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解释得通了。这样以后我又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了。那个，走，看看蒙小蛋孩子去。哇，这么可爱的吗？太可爱了！这真是蒙小蛋生的？小小的蒙小蛋能生出个大大的小可爱，而且为什么你是蛋，他却是个呆呆小熊熊？简直真是不敢相信。郭晴慢慢的靠近林泉，然后都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，小可爱就直接跳入了他的怀里。主人，他虽然说是我生的，但是跟你们人类生宝宝是不一样的，我直接一分身就好了呀。我所谓的怀孕，不过就是休眠孕育，也不需要像你们人类一样用肚子孕育，所以分身出个不一样的也很正常啊。怎么样，主人，小蛋厉害吧？蒙小蛋，
这次做得非常不错，晚上奖励你一碗红烧肉。你这么可爱，这么呆萌，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啊？小可爱听懂了郭晴的话，在郭晴怀里又开始高兴地蹭来蹭去。那就叫萌小呆吧。萌小呆怎么样？得到名字的小可爱似乎同意了，竟然跳下郭晴的怀抱，然后围着郭晴转了2圈，又蹦回灵泉水里跟鱼儿嬉闹，高兴极了。小呆怎么不会说话吗？主人，小呆今天才出生，是还不会说话的。那要多久才可以说话？你给他升个级就可以了。也是做任务升级吗？是的，每次系统发布任务完成之后，你可以选择把积分给谁，然后他就可以升级了。这样啊，那就好解决了。那小呆有什么技能？萌小呆是不能出空间的，他如今是顶替了我管家的位置，以后空间就交给小呆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。小呆有10个等级，每个等级可以将空间扩大1亩地，然后主人就可以随意折腾了。小呆，然后小呆又从灵泉水里跳了出来，跳入主人的怀抱。郭晴抱着小呆高兴地直转圈。一旁的萌小蛋突然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。他跟主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主人都没这么开心过，都没有这么抱着他转过圈。小蛋又怎么了？主人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傻蛋，主人怎么可能会不爱你了？你是主人的第一个萌宠，主人永远都不会抛弃小蛋的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不能再真的。还记得你之前跟主人说过的话吗？主人在，我便在。那主人也告诉你，不抛弃不放弃，你我小呆永远是一家人。不对，主人，我们一家人还有男主人，还有2个小主人，一家人不抛弃不放弃。对，我们的小蛋说的都对。然后主人再生2个小主人，我们更相亲相爱的。对，不对，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那个，我出去做饭，等下舅妈娘他们找我了。主人，我的红烧肉。忙活了一个下午，满满2大桌。来，举个杯，大家新年吉祥。于是所有人都跟着郭晴站起身，举起杯。举杯之后就是一边吃一边各种聊了。晴姐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你这怕不是来看我的吧？看某人才是真吧？晴姐姐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就是来看你的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我不，被窝里舒服。哼，估计只有赚钱才能把你从被窝里面拉出来。今日跑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？想跟你聊聊，你是成过亲的，比较有经验，想问问你，到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你呀，问错人了。我成亲跟你成亲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上，村里成亲没什么讲究的，你呀就别瞎担心了，到时候自有人会教你的。哎呀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又不敢直接问娘亲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你呀就放宽心，休息好，做个美美的新娘子就好了，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更不用操心。不过话说，一直听你在问我，你都还没告诉我日子定好了没？什么时候？就定在下月初1了，然后爹爹说干脆与哥哥同一天，也省得折腾来折腾去了。那也快了呀，陆公子跟小月姐也那一天，上次怎么没听舅舅说起？这事儿也是昨天定下来的，舅舅应该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呢。呀，这就舅舅的叫上啦。晴姐姐，你又取笑我。行，不打趣你啦，恭喜哦，马上就要成为我的邻居喽。晴姐姐，我又开始生气了。好啦，生气就不美啦，送点东西给你，让你美美的出嫁。郭晴说着便打开自己的梳妆台，拿出了一套护肤品给陆程，然后也一一讲解了都应该怎么用，有什么效果。拿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压箱底儿，一般人我可是不送的，也就看在你是我的小姐妹份上，送你一套。哇，晴姐姐，我太爱你了。你可别爱我，否则铁牛哥就该找我麻烦了。晴姐姐，你是不是用这个护肤品很久了？看你皮肤就知道，简直是吹弹可破，白白嫩嫩的，太让人羡慕了。你小玉姐也用了，你看她皮肤怎么样？也超好的。晴姐姐，我真是太幸福了，认识了你，是你让我知道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，还送我如此宝贝的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。这个好说，以后你就是我邻居啦，有什么事我吼一嗓子，你立马就到就行。好，一定随叫随到。你真是个傻姑娘。
然后两人便一起出门，而陆程去看了看王婶子就回家去了。夫人，今日中午可有什么想吃的？怎么，今日中午相公做饭？不用为夫动手，为夫为夫人请了位大厨过来。大厨？夫人，今日可有什么想吃的？您直接跟嬷嬷说，嬷嬷下厨就是。这位就是为夫为夫人请的大厨苏嬷嬷。苏嬷嬷可是为夫明月楼的大厨，之前一直说想给夫人请个嬷嬷回来，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，就算请个靠谱的回来，还是得夫人一一从头教起。后来这思来想去，直接把明月楼的大厨请个过来不就好了？夫人做过的菜基本上都在明月楼卖，明月楼的大厨自然也都会做，这样的话完全就不用夫人再重新教了。然后便让张掌柜打探明月楼可有女大厨。但是因为是一个不相识的人，郭晴一个劲儿地问着是否可信。夫人放心使用，此人安全可靠，回头再跟你细说。那个，你下次洗完澡记得多穿件衣服，免得着凉。夫人，你别光看不吃啊，想吃就吃，为夫已经替夫人洗干净了。那个晚饭已经吃饱了，不饿。哎呀，丢脸丢到姥姥家了，最后只能是闭上眼睛不看某人，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可是这一举动却让某人以为这是要等他主动，然后某人就亲了上去。第二天，郭晴因为昨晚被折腾得太累了，直接睡到了准备用午饭的时候，才努力地说服自己爬起来，换好衣服洗漱好便出了房间。夫人，昨晚休息的可好啊？郭晴直接给了一个白眼，完全不想跟这人说话。对不起，让夫人受苦了，为夫这不是也没有经验，没有控制好吗？下次一定注意一些就是。还下次？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没事儿，娘亲就是有些吃坏肚子了，肚子疼。哦，那娘亲你应该多多休息，一会儿给娘亲揉揉就好了。幼儿便体贴地伸出她那双白白嫩嫩的小手，放在了郭晴的肚子上。怎么样，娘亲舒服了吗？舒服多了。幼儿真是娘亲贴心的小棉袄。年过完了，忙碌的日子都是过得很快的，小玉姐成亲的日子也很快就到了。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往紫阳县出发了，先送小玉姐出家，到了陆成家又正好送陆成出家。夫人在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入神，是不是在想以后不要生女儿，生个儿子比较好，娶别人家的姑娘？被猜中心思的郭晴一脸你会读心术的表情看着白浩。那夫人就多生几个，多娶几个别人家的姑娘，这样夫人一点都不吃亏。相公来生的话，夫人我不介意养多几个孩子，生一箩筐我都没意见。要是可以的话，为夫是非常愿意为夫人生一箩筐的孩子，只是夫人懂的。真的吗？那晚些时候问问蒙小蛋，让他帮帮你。蒙小蛋的技能让你生个孩子还是不成问题的。行啊，那就有劳夫人了。没想到白浩竟然一口答应了。原本郭晴还想吓唬吓唬这家伙的，现在竟然吓唬失败。郭晴见吓唬失败，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了。参加完两边的婚礼，原本郭晴已经累趴了的，但是想想既然今天到了紫阳县了，那就去看看流民如今的情况如何了。这位夫人，孩子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求求你救救孩子！这是怎么了？你先起来。孩子这2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吃不喝，一个劲儿的哭。孩子的父亲呢？孩子父亲已经没了。听到这话，郭晴瞬间了然，于是不再多说什么，伸手准备帮忙检查一下孩子。夫人，孩子发烧了。发烧？怎么就会发烧了？这可怎么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孩子的爹，你可别那么狠心，把孩子也带走啊！现在咱们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这一个孩子了。他要是跟你走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夫人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把孩子给我再检查一下。夫人见郭晴这么说，于是便将孩子轻轻地交给郭晴。郭晴轻轻地接过孩子，然后找了个空旷点的地方，又轻轻地放下，让孩子坐好。别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说完，郭晴把孩子衣服脱去一件。发烧了不能裹太厚的衣服，
郭晴轻轻地掀开孩子的衣服一角，看了看。好家伙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上一世是叫荨麻疹，这时候叫什么他不知道。如今这问题是他解决不了的，只能求救蒙小蛋了。夫人自己也看到孩子身上的红点儿，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几天一直只知道孩子哭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孩子身上的情况。风团，原来荨麻疹在这里叫风团。我的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。相公，你回去帮我把房间的药箱拿过来，还有带上他来。他指的是蒙小蛋。行，夫人自己多加注意。你快去快回就是，你不用担心。恩人会治这个病？谈不上会不会，以前见师傅给别人治疗过，略懂一二，手里还有些药，应该能用得上。至于能不能根治，我不敢保证。总之先试试吧。原来如此。没多久，白浩便手提医药箱，骑着马奔跑了过来，肩膀上还有一只小可爱。蒙小蛋在路上已经跟男主人了解过了，所以一到这便开始工作了起来。主人，是荨麻疹没有错，过敏源小蛋也检查出来了，这个简单。但是主人，我有个要求。说，你看到孩子正难受着吗？2只烤鸭，1份蒜香排骨，我就帮你把这事彻底解决了。蒙小蛋，你信不信我奖励你1只红烧蒙小蛋？主人，你看我辛辛苦苦医治好了，百姓又不知道是我做的，都把这功劳记你头上了，不然百姓肯定会感激我的，所以我不能吃亏呀。咱们可是一体的，用得着分得这么清楚吗？而某人就这么听着两人的对话，表示非常无奈。行，2只烤鸭，1碗蒜香排骨，吃，小心撑破你那小肚皮。得到了主人的承诺，那蒙小蛋就没什么顾虑了。先让主人假装从医药箱里拿出他准备好的中药包，然后让把孩子抱木屋里去，不要见风，再让人准备了一个大盆装满温水。郭晴带着孩子转身脱衣服的时候，蒙小蛋将盆里的水直接换成了灵泉水，然后将药包放灵泉水里泡着。蒙小蛋做完这些，郭晴便将孩子放入灵泉水里泡着。用灵泉水泡了一会儿之后，孩子便慢慢的停止了哭声。谢谢2位大恩人，恩人的大恩大德，小夫人无以为报。他日如有用得上小夫人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小夫人一定竭尽所能。夫人，先起来，今日只是也是刚好遇见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夫人不必如此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主人，这孩子对鸡蛋过敏，所以你要提醒孩子的娘亲，以后不能让孩子吃鸡蛋，包括里面有鸡蛋的食物。夫人，孩子是不是生病之前吃过鸡蛋？鸡蛋？对，前几天我们才到这儿，在路上遇到一位好心人，看孩子饿得难受，便给了个鸡蛋，我让孩子了。夫人记住了，以后不要给孩子吃鸡蛋，包括含有鸡蛋的食物。孩子对鸡蛋过敏，一旦吃了鸡蛋，就会引发刚才你们所见到的风团。严重的话，你也看到了，孩子有多难受，还会发烧、呕吐，这都不是小事，所以以后一定要记住了。好，小夫人记住了，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另外，这个药包里面都是中草药，每日用这个药包给孩子泡半个时辰，坚持几天，等孩子精神完全好了就可以了。恩人，这个药包原本就是师傅留给我的，现在孩子需要，便给所需要的人。不过也不是白给的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每日等我的人把粥跟馒头送过来的时候，你要帮忙给这些百姓分粥，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，你就什么时候结束，这样我也就可以少请一个工人，也就相当于省了工钱来付这药钱，这样可行？好，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，小夫人一定好好做，不给恩人添麻烦。好了，我另外还有个事也想问问大家，希望大家把知道的都尽量告诉我，可以吗？恩人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就是，我们一定把知道的说给恩人听。我想知道如今外面是不是还没有粮食发下来？是啊，上面也没粮食啊，大户的粮食自己都舍不得，
更不可能拿出来解救百姓了。如今的百姓基本都揭不开锅了，山上能吃的都挖遍了，最后只好换个地方找点吃的撑下去。如今很多地方都已经……听到这话，郭晴心里基本上是有数了，可能锦云那边碰到麻烦了，比较棘手。大爷，那您知道往哪个方向的流民比较多吗？如今应该就属黎阳城的流民最多了，还有紫阳城，如今应该也有不少。之前听说那边发了不少粮食下去，所以都往那边去了。好，大爷，谢谢您。嘿，恩人呐，是我们应该谢谢您才是啊！以后恩人有什么需要的地方，您直说就是，我们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，也一定在所不辞呀。对呀，以后只要恩人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，我们一定在所不辞。好，以后如果有用得上大家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跟大家客气。郭晴便与流民告辞，准备打道回郭家村。今日去看了一下紫阳县城门口的流民，如今这里聚集的流民越来越多了，这估计都还只是一个开始，再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。锦云那边也没有传来什么消息，咱们不能光等着锦云一个人在那儿行动，咱们应该也要有所行动才是。是啊，如今外面肯定已经是很严重了，咱们不能光坐着干等了，老百姓也等不了啊。可咱们也没粮食啊。没粮食就去想办法弄粮食，把那些大户手上的粮食给我都弄过来，出了事我顶着。父老，您先别激动，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吗？您别那么大火气啊，消消气儿。今日我跟白浩打听了，如今流民聚集较多的是紫阳城还有黎阳城。紫阳城如今没有知州大人，虽然上次发放了粮食，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那个老不休的安排个知州怎么就这么磨叽？现在是不是老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反应迟钝了？要是不行了，就早点下来，让我们另外选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明君出来，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知州的事情应该这2天就有消息了。你知道这事儿？我上次给锦云送信的时候，信里提到过。你安排的人？是的，为夫安排的人，而且还是夫人很熟悉的人。我很熟悉的人，除了陆公子，就没有别的朝廷重人了。你是说？正如夫人所想。如今紫阳城那边的知州已经解决了，这黎阳城有什么安排？黎阳城就让夫人陪为夫一起去吧。爹爹，幼儿也想去。爹爹，还有月儿也想去，想帮爹爹和娘亲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带上月儿、幼儿一起吧。如今孩子也都大了，是该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了。而且我们出去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回来，到时候月儿、幼儿没在身边，我也不放心。那就听夫人的安排。哦耶，可以跟爹爹娘亲一起出门了。既然要带上玉儿和幽儿，那老夫也得跟着一起去。玉儿、幽儿的功课不能落下。那我更要跟着去了，我得保护玉儿跟幽儿的安全。那嬷嬷也跟着去吧，可以照顾你们吃穿，这样你们可以放心忙你们的，不然嬷嬷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可干。我能说不同意吗？不可以。得，这事儿我不同意还是得同意，我同意也是同意，没得选择了，那就同意吧。那家里？没事儿，到时候让二哥二嫂住过来帮忙看着就行。好，听夫人的。好了，既然都商量好了，这2天就抓紧时间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妥当，出去办事也才能够放心。父老这下也放心了，终于可以安心的吃饭了。第2天，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。这次是郭晴第2次出门，准备好一切，他们便开始启程出发了。郭晴、白浩一家4口外加嬷嬷1辆，迎松、林士官带着父老以及行李跟盘缠赶1辆，还跟之前一样的，一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解决问题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们便就近选择了一个村子落脚，准备吃点东西休息一下。大娘你好，我们一家去投靠亲戚，路过这里，方便进来讨口水喝吗？进来吧。大娘将郭晴一家迎了进去，然后便去准备烧些热水给他们。大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大娘，这个时间村民不是应该都出来干农活了吗？怎么都关着门不出来？哎，姑娘一看就知道不是简单人家，不会懂老百姓的苦。去年我们这个村子上半年还是有不少收成的，虽然天气不行，但是远近就我们这一个村，
水还是比较充足的。我们百姓辛苦点儿，每天挑水灌溉庄稼，上半年收成都跟以往一样。可谁曾想，上面突然说，因为多地百姓庄稼没有收成，有收成的百姓需要增加税收填补空缺，这一增加就直接收走了70%。70%？是啊，70%。这粮食一交，我们哪里还有什么粮食？下半年家里有壮汉的，就又想办法种了一些粮食，每天挑水灌溉，收成了一些。亏得下半年没有再让交税收，这才熬着过冬，不然早就不知道怎样了。听到这儿，郭晴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大娘了。可想而知，没有壮汉种庄稼的村民，肯定就是外出乞讨的那些人了。那其他村民呢？一些没有壮力的村民没粮食了，肯定只能外出乞讨，找别的吃食了，不然总不能一家子待着等死啊。那如今这远近村大概还有多少村民？估计也差不多了吧，30来户的样子。再有几天，大家估计也要往黎阳城那边去了，听说那边还能找到一些吃食。现在开春了，山上应该也能找到一些吃食啊。都大半年没收成了，开完春，村民早就上山寻吃食去了。没雨，也一样没什么东西能长出来的。是啊，没雨，什么都难以生长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，今天我们挖到野菜了。好好好，有收获就好。中午让孩子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，郭晴白浩便假意上山看看，顺便商量一下该怎么办。因为想着如果要帮助这些村民，那就只能再等等，等一个时机。主神接受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请为远近村的一位村民解毒，可获得20积分。解毒？远近村有人中毒了吗？怎么突然刮了一阵这么奇怪的风啊？老林啊，老林，你家大门被吹开了。没有回应。老林，还是没有回应，然后往老林家走去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都是怎么了？快来人帮把手，把人抬床上去啊！他们应该是中毒了。啊，中毒了？姑娘懂医？略知一二。那可否请姑娘帮忙看看，是中的什么毒？可还有救啊？好，我试试。随后，郭晴便带着蒙小蛋进了厨房，看了看锅里还剩下一大半的蘑菇汤，跟他猜的一样，吃了有毒的蘑菇。然后找了一个大点的盆，装了些水，从空间拿了一块肥皂融化到水里，搅拌搅拌，再拿了个小碗，便端着准备好的肥皂水又回到了房间。回房后，郭晴让村民把肥皂水每个人都喂一大碗进去，然后自己又出去找了个大盆，一个桶，桶里装了灵泉水，盆就是给他们备着用来吐脏物的。因为有村民帮忙，很快肥皂水便都喂了下去。没多久之后，只听见一屋子的呕吐声，吐完之后又让村民把灵泉水喂给他们喝下，之后就是等他们醒来了。等人醒来之后，蒙小蛋帮忙检查，体内毒素清理干净，任务完成。今日之事真是多谢二位相救了，刚好遇上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姑娘，诊费多少啊？大娘，诊费可不可以先麻烦你帮忙给一下，晚些时候我再给你。也没用什么药，20文即可。然后邻居便回屋拿了20文给了郭晴。很快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，郭晴都是等大家睡了之后才带着白浩进入空间的。进了空间之后，郭晴便使用意念把白米分装准备好，每家每户就准备一袋100斤的白米。行啦，我负责分装，任务已经完成了。蒙小蛋，你负责送你的男主人进出空间，白浩就负责扛粮食出去放百姓厨房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处理，我在这儿休息休息也不错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主人。剩下的事交给为夫吧，夫人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。去吧去吧。主人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，但是我也快要死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主人，这样忙活一来一回，就跟不停的摇头点头一样，时间久了，你试试看能不能废掉。主人，
这次消耗的体力，没有一大碗肉丸子，估计是回不来了。这事儿你看着办吧。行，等忙完这招，别说1碗肉丸子，外加1碗红烧肉都没问题。